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榆木寨这个地方。我们经常说到林木，大家首先想到可能就是陕西的帝王陵，还有北京的十三陵以及清朝的一些陵墓。因为经常这样说的，北有十三陵，南有楚王陵或者蜀王陵。楚王陵是在湖北武汉。那么在榆木寨这里呢，也有10多座清朝的陵墓。这个陵墓呢非常豪华，它的形态啊，在全国其他地方找不到，只有在这个恩施这里才有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坟同屋，人鬼同屋。通俗一点、简单一点的说法，就是他的墓啊是安葬在自己家里房子里面，就是堂屋里面。我们现在看到这里呢，就是一团云雾。没有云雾的时候，这里就是悬崖峭壁。你像这个地方是不是经常看鬼吹灯一样的？就是说有雾，很危险。那这里呢，空中看的话，这样是一望无际，但是下面确实是悬崖峭壁，也是很危险的。榆木寨这个地方，它是4周都是悬崖，大概寨上是有500户人家，也就是说500多户人家是生活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，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惊险刺激的。现在能够看到这个里面是一条道路的，但是这条道路呢非常小，不到3米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整个榆木寨是不通轿车，就是不通车辆的，进出的话只能靠摩托车或者3轮车，所以呢，交通怎么说呢，还是有点不方便，就是靠前面这样的3轮车进出的。当然了，这个是现在用3轮车拉一些游客进出。山区里面特别容易起雾，而且是这种团雾啊。我最近来湖北恩施，已经碰到好几次这种团雾了。刚下完雨，而且现在还有点毛毛雨的话，特别容易起雾。已经下了2天了，我前天来的，已经在这等了第3天了。现在大家看陵墓的话，如果说要看地面建筑的话，基本上是首选清东陵或清西陵，基本都保存完整。另外呢，地宫也开放了，像乾隆的、慈禧太后的地宫都开放了。如果要看地面那些石雕石刻，大家就去陕西的帝王陵看一下，就是关中18陵，那些石刻非常精美。我在榆木寨这个树林里面穿梭，其实在路上呢也能看到很多坟。马上到我们看的第一座墓，看到第一座墓就会让大家大跌眼镜，与众不同的。它这个墓呢，也是属于在深山当中，尽管说整个榆木寨是在一个巨大的石头上面，但是里面呢也是有很多树木的。眼前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它这座墓。它这座墓的主人公是姓向。整个榆木寨当时就比较富有，地位比较高的，就一个姓向，一个姓陈。那这座墓呢，叫做向子墓。大家发现没有？像不像一个亭台楼阁？它这个还是4柱3层的，很豪华，很富丽堂皇吧。我们再看一下墓上有什么东西。这一座墓是1866年修成，总共是修了3年，也是这个主人他在生前就修好了，也算是夫妻合葬墓。在榆木寨这里，生前就修好的墓呢，是叫做生基墓，是不是有点像皇帝的陵墓一样的，生前就修好了？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上面的，中间有几个字，叫做皇恩宠赐，意思就是说皇帝给他的身份，因为他可能就是9品官。然后那几个字旁边有5条龙，就上面1条，然后左右2条，拱卫这个4个字。因为古代皇帝嘛是龙，所以他这个就代表皇帝给他的恩赐。因为整个这个榆木寨呢，一个姓陈的，一个姓向的，就一个代表财富，一个代表权力。看看上面的雕刻，这个雕刻非常精美啊！如果大家不说这里是墓，很可能大家以为这个就是一个牌楼，一个亭台楼阁。那这些石雕上面到底有什么？大概看了一下，我包括也查了一下资料，主要是有一些序曲登歌，就是唱戏曲的，这些都栩栩如生，还有梦中哭竹这些东西。在这个左右两边分别是有
一块碑，就相当于我们类似墓志铭一样的记载了这个东西。然后这里还有很多楹联，上面还有很多楹联：千秋功名成语录，一生笑傲寄烟霞。还有呢，数声蛙鼓传江岸，万点银灯绕夜台等等，基本上都是川东文人的写法，都比较有意境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，也是最独特的，在这座墓子里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是什么？是一幅画还是什么？其实它这是一个字，福字，但是呢也是画，因为它是由什么组合？它是由龙凤组合，就是龙的身子和凤的头部组合而成一个字，就像八卦的图案一样的，非常精美吧？这古代的工匠啊，确实了不起。其实他这座墓呢，离现在时间也不是太长，100多年。大家这样看是不是一个福字？但是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，是不是一像幅画，就是一画一字的意思？我们再旋转一下，每个角度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。你这样看的话，看不出来是一个福字，但是这样看的话，就变成一个福字了，很了不起吧？我们再这样看一下。那这个就是墓碑，墓碑上面雕刻是不是很精美？其实可以这样说，真的，它这个墓碑这些东西，包括一些刚才看到的亭台楼阁，比皇帝的陵墓我感觉到更精美。看到没有？这里也有很多，基本上在整个榆木寨这些墓啊，全部是有精美的石雕。因为整个大大小小的墓呢有100多座，但是可能现在剩下的这些豪华的墓啊10来座，太奇特了。这个墓我们就看完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去看一下人坟同屋的墓是什么样子的。我们先看一下，这里是双寿居。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以为是一个住宅，其实是一座墓。那么被称为住宅也没有错，因为它这座墓呢修的跟住宅房屋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我们说的人坟同屋，坟跟房子在一起的。现在我们去看看。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去一个地方看了，也叫做人坟同屋、人鬼同屋，也是在湖北利川。看到这些房屋没有，都有一定的年代感的，都属于那种泥土的房子。那么前面就是一座非常豪华的墓，基本上都是清朝修建的。现在我们看到这里，首先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庭院一样的，那这里前面就是一座墓，那么这里呢就是一座碑屋。我们现在走上去看看，看到没有？那这里就是一座墓，墓前面就是一座房屋，人坟同屋。按照一些资料记载，在这个墓啊之前修的时候，上面还有建筑的，等于是说上面有房子把这个墓盖住一样的，就是说的堂屋。那这里可能经过时间太久的话，那这座墓呢可能就剩下墓在这里，旁边的房子是后面修建的。那这一块相当于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墓的一个大门一样的，不叫墓碑，是大门。双寿居是不是像一个住宅一样的？你看看上面的雕刻，美轮美奂吧。那它这个墓呢，为什么会修建这么豪华？正常来讲的话，古代修什么墓呢，都是有规制的。但是呢，它这里呢，可能脱离了那个封建礼法。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屋檐？它里面呢还不一样。因为这里属于土家族，属于那个当时有个土司，所以呢，它这里很多东西是受到皇帝的赏赐。它这个墓呢，也有跟皇帝赏赐有关系。那么其实，像这里是一个门，在之前，它整个这个墓啊是修建在堂屋里面，那么四周都是有房子的。但是经过历史太悠久，那么基本上是那些木质结构的房屋没有了，只剩下这座墓。我们往里面走一走，看一下里面，给大家看到是不是非常豪华？
那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当时榆木寨的首富陈永高夫妇，他是建成于同治5年。其实他这个墓呢，是主人生前已经建好的，因为这边比较流行这个。整个他这个墓是属于3门2祭，占地100多平方米。传说是当时数百个工匠雕刻了3年而成，里面这些石雕有500个人物造型，90多幅那个花鸟各种那个图案，看看精美吧，像一座牌楼一样的竖立在这里。那么为什么会修建这个样子呢？就是说这个墓修建在堂屋，有几种说法。一种说法就是说防止被盗，因为他的墓修建在自家的房子的话，盗墓贼是不敢来。另外呢，一种呢就是说的祭拜，一种是把祖宗和神灵混合在一起祭拜，在其他地方是基本看不见的，只能在恩施这一块。我们在很多地方可能说墓在房子旁边有，但是墓在房间里面的话肯定是没有的。这里就是墓碑，大家这种墓碑见过没有？也可以称为是一座牌坊，而且它的这里叫什么？叫松梅亭，也就是说它这以前可能就是一个亭子，其实在之前很早之前上面还是有建筑的。这些墓明显这些建筑啊基本上都高于5米，非常豪华。你假如说在遥远的地方来这里，别人告诉你这不是墓，你可能以为这就是牌坊，一个建筑。刚刚查了一下资料，它这个墓碑在当时就是属于堂屋的正壁。那么他的后代来祭拜他的时候，是带好酒和饭菜。这里要注意一点，这个酒和饭菜是放在这个墓碑前面的一个桌子，然后他们的后代就在这里吃饭喝酒。这种风俗在其他地方是不是看不到？而他的墓碑后面就是他的墓。按照一些资料的讲述，这个墓碑前面就是堂屋，墓碑后面当时也有一个建筑把整个墓是盖住的。在这个外面墙上面也有很多这种雕刻。这是一个女子骑着小马还是小驴。现在我们往前面走一走，在之前它这个碑屋上面的建筑没倒塌的话，那么这里其实过去呢相当于是一个房间，一个厢房。那现在这个房屋是后面新建的，现在是靠近坟嘛，人坟同屋。以前整个这里就是一个房子，跟我们在其他地方看的人鬼同屋一样的，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住人了，全部锁住了。这里看起来住了好几户人家呢，因为店表有好几个。所以说人坟同屋，所谓的人鬼同屋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大家会不会害怕？前几天我们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像那些新嫁过来的人姑娘可能就会害怕，从小长大可能就没什么事。所以在榆木寨这边的墓葬形式有2种，都是算是唯一。第一种就是我们说的碑屋，人坟同屋，墓就葬在堂屋，然后那个墓碑就是堂屋的墙壁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土家人独有的，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。另外一种就是说，他子孙后代来祭拜的时候，在他的墓碑前面有一个桌子，然后把吃的酒这些带过来，就是他的后代坐在这里喝酒吃饭，这个在其他地方应该是看不到吧，绝对是没有的。所以这个是非常独特的，很有意思吧，这也是土家族的一种传统文化。最后我们看一下一座墓，这个墓也非常独特。独特在哪里呢？我们经常说一座墓啊，它有墓碑，墓碑呢一般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长方形，而这里呢又是与众不同。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墓碑，像一个权杖一样的，这个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。那这个权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现在也无从考证，确实很相像，真是太神奇了这东西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那行，基本上这个碑屋榆木寨的豪华墓葬我们就看完了，大家看完有什么感想？是不是很独特？